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在 Patreon 上面给我留言，说他生病住院了，但是呢，我的视频给他带去了很多的快乐。他的留言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因为这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不仅仅是在教授中文，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嘿，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我想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并且祝你早日康复。在以前的视频当中呢，我也有提到过，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喜欢被别人关注，所以呢，做 YouTube 视频其实也是违反了我的本性。那这也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想看看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内向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中性词。中性词的意思呢，就是不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它没有说这个词是好的或者它是坏的。那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内向好像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那人们可能会觉得外向的人更加容易成功。可能呢，你会听到有人这么评价一个孩子，他可以说，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内向了。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内向是一个贬义词呢？所以呢，以前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性格。小的时候呢，我总是羡慕那些人见人爱、特别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们总是很容易就交到朋友，而且总是能够成为焦点。那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就比如说，我非常不喜欢 small talk。那 small talk在中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闲聊或者是寒暄。那像这样的闲聊寒暄呢，一般都不会涉及非常严肃的话题。一般呢就是聊一聊，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啊，或者你周末去做什么啦，等等等等。但是呢，我知道这些寒暄在某些场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来帮助自己。第一点呢，就是你可以在聊天当中经常的说对方的名字。那每个人的名字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最美好的声音，是最美好的一个词。那你可以说Vicky， 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 Vicky， 你觉得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呢？当然你不需要在每一句话当中都加上对方的名字，但是呢经常在聊天当中加入对方的名字呢，确实可以帮助拉近彼此的关系，让别人觉得很温暖，而且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就是非常难记住别人的名字。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比较容易记住别人的脸，但是记名字的话就有一点困难，特别是那些比较冷门的英文名字，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冷门的这个词呢，就是表示不被人注意的，不被人关注的。冷门的英文名字，意思就是说这个英文名字很少有人用的。其实呢，想要记住别人的名字，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呢，在你们第一次见面介绍彼此的时候呢，把对方的名字重复3遍。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芳。王芳，你好，王芳，很高兴认识你。王芳的芳是哪个芳？你看，这样就很自然的把对方的名字重复了3遍。在中文当中，你们都知道同一个发音会有不同的字。在中文的如果想要记住中文的名字，你知道那个字是怎么写的，就更加容易记住了。第二个小技巧呢，就是对别人感兴趣。那在聊天当中呢，你需要让别人知道你对他感兴趣。
就是其实呢，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呢，总想的是，我应该说什么话题呢？我这样说是不是有趣呢？其实你并不需要担心太多，因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别人感兴趣其实是更有帮助的一种办法。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怎么让对方觉得你对他们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提问，就是他说什么，然后我们提更多的问题，或者呢是用一些肢体语言，比如说点头、微笑，告诉他们我在听，然后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或者表示赞同。这其实呢，也是心理咨询师经常用的一种技巧。通过这样的举动呢，可以让对方可以鼓励对方说更多。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的一个朋友跟你说，最近他在学习中文，你可能会回答他说：我有一个同事也在学习中文。这个回答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们都在讨论学习中文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你把关注点从你的朋友转移到了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关注点转移了。那如果想要这个话题继续呢，更好的或者一个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对你的朋友保持好奇。与其跟他说，我的同事也在学习中文，还不如问他一些关于学习中文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哪儿学习中文呀？你学习中文多久了？你觉得中文难不难啊？这些问题呢，可以让你的朋友表达更多，而且让他觉得自己被关注了，就是你对他的话题或者你对他感兴趣。那别人对你感兴趣，这个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很好的。那别人可能不会记住你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但是别人会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感受。第三个技巧呢，就是给别人继续聊天的机会。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同事问你，这个周末你做了什么？那如果你回答，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就是待在家里，这样的回答呢，就很难让别人搭上话，这就是我们说的把天聊死了。那当然了，如果你那个时候比较忙，没有想要继续聊天的意思，这么回答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呢，就是一个经常把天聊死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我是故意把天聊死，因为我不喜欢 small talk 嘛。其实呢，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在陌生人面前，不喜欢说话，然后呢，在非常亲近的人面前话又特别多的人。那当别人问你周末过得怎么样，而你又想要聊天的时候，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呢？你可以这么说，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呢，我去了一家新开的日本餐厅。这样的回答呢，就给了别人提问的机会，也就是给了别人继续聊天的机会。别人可能就会问你，哪家新开的餐厅啊？在什么地方？你喜欢这家新的餐厅吗？你是不是喜欢日本菜啊？这样的话呢，你们的聊天就可以继续很久很久。第四个呢，其实也不能说是技巧，只是说在聊天当中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太过于追求完美，会产生距离感。那有很多人，就特别是内向的人，他总是担心自己的形象，就是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是不是完美。我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呢？这句话这样说好不好呢？或者我用这个语气说对不对呢？等等等等。其实呢，太完美的人或者太完美的东西会给人带来距离感。那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评价？是说
她太完美了，所以没有人追。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太好了，各个方面都好，所以男人都不敢追。这就是我们说的距离感。那在几个星期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2个我经常看的 YouTube 视频，其中有一个就是日本女孩的视频呢，就是她是在视频里面说法语的。我觉得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呢？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在视频里面展现了真实的自我。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法语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毕竟法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在视频当中他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会说一句法语，但是发现自己说错了，但是呢他也不会他也不会说就是重新录一遍，他就直接再说一遍，就是在视频里面就直接纠正自己说错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呢会给别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自然，而且呢非常的真实。那相比较之下呢，我就觉得我太一本正经了，包括我自己做的视频也是一样的。那我其实在我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呢，我说话是很流畅的，但是就是在镜头前面，就是每一次当我打开这个 iPhone 要录我今天说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而且呢舌头打结，不知道自己就是要说什么，或者突然忘记自己应该说什么。但是每一次呢，我都会比较追求完美，就是这个 clip。如果我说错了，然后我肯定会重新录。这其实呢，就是也浪费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时间。你们就是在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就是普通聊天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人说错话的，或者发音错误的。但是他们也不会说我重新再说一遍，可能有些人会重新再说一遍，但是也没事儿啊。不过呢，现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练习，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进步的，就是在镜头前面舌头打结的情况真的比以前少很多了。而且呢，我回过头看我最早的时候的那些视频和现在的近期的视频，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好了，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违背，意思是不符合、不遵循。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做 YouTube 视频违背了我的本性。他从来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哥哥违背了爸爸的意愿，坚持当一名医生。涉及，牵扯到，关联到。聊天最好不要涉及敏感问题，比如政治或者宗教。这份报告涉及到报价，不要随便给别人看。忍不住，意思是不能忍受，不能克制。每次看到自己喜欢的芝士蛋糕，总忍不住流口水。听到这个坏消息，他忍不住哭起来了。倒苦水，向别人诉说自己的苦楚，诉说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我不会向我不熟悉的同事倒苦水。他们2个人都失业了，经常互相倒苦水。冷门的，意思是很少有人注意的，意想不到的。他担心自己的成绩进不了北京大学，所以选了一个冷门的专业。
那部电影爆出冷门，成了今年的最佳影片。与其不如，这是一个连词，表示两件事情比较之后，后者更好。与其问别人，不如自己动脑筋想。与其等待机会，不如自己创造机会。与其自己瞎猜，不如直接跟他问清楚。好了，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希望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也希望对你们的 small talk 有帮助。在中文里面我们说寒暄或者是闲聊。请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当然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的听力练习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